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进。当我们聊到手机里的电子支付，特别是说到微信支付的安全性时，您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回答，只要我不乱点不明链接，只要我不告诉别人密码，钱就是安全的。我们经常听到各种建议，说要保护验证码，要小心钓鱼网站。但如果我今天告诉您，在真正会让您血汗钱瞬间消失的风险榜单里，那些复杂的诈骗手段甚至都排不上主角，在他们前面还有两个我们每天都在毫无防备的使用，隐藏得更深、破坏力更强的内鬼功能。这两个功能一旦没关掉，您的手机就像是一扇没上锁的大门，任何人捡到都能直接进到您的家里，把东西搬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两个隐藏在微信支付里，真正可能在关键时刻让您毕生积蓄一秒清零的免密漏洞的真面目，并且我还会分享一套最有效的防护措施，来帮助我们堵住漏洞，守住养老钱。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请先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岁月安心站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实用的生活保障知识了。在这里，我们只揭示那些很少有人会坦诚告诉你的生活真相。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评论区输入守护钱包，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温暖的支持。若您或您的家人也正受到相关问题的困扰，也欢迎留言，我会尽我所能为您解答。下面我们开始正题。首先，我们必须清晰地理解到底什么是免密支付的风险。简单来说，免密支付就是为了图方便，我们授权给微信，在一定金额或场景下，不用输入密码就能直接扣款。方便本身是件好事，比如您去超市买菜，刷一下付款码，滴的一声就好了，不用颤颤巍巍地按密码，后面排队的人也不用等，确实省事。然而可怕的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份方便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时，这就好比您为了进出家里方便，把大门的钥匙就插在锁孔里没拔下来，平时自己推门就进，确实方便，但万一哪天有小偷路过，他连撬锁都不用，直接推门进去，把家里搬空也就是几分钟的事。这个免密功能就是这样，它像一把始终插在门上的钥匙，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资金被盗刷敞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现在网络安全专家已经发现，很多我们看到的银行卡被盗刷的新闻，背后往往不是因为密码被破译了，而是因为事主开通了某些免密功能，手机丢失后，被不法分子利用了这一点。所以，想要守住我们辛苦攒下的养老金，控制好手机里的这些隐形门就至关重要。而控制它的一个关键，就是跟着我今天的内容，一步一步把这两个最危险的漏洞亲手堵上。在探讨这两个功能之前，我们必须认识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那就是以为只要手机有锁屏密码就万事大吉。您或许觉得我手机设置了指纹，设置了人脸识别，别人打不开。但您想过没有，当您在某个小店买东西，拿起手机扫码时，站在您身后的人或者店里那个不怀好意的摄像头，可能已经把您的付款码拍得清清楚楚。或者当您的手机不小心遗失，被别有用心的人捡到，如果您的某些免密功能还开着，他根本就不需要破解您的锁屏密码，就能用其他方式把您里面的钱转走。那么这两个危险的免密功能和手机安全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密切。这两个功能的破坏力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可以不用密码，更在于它们为我们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安全场景，那就是手机的物理丢失。换句话说，这两个免密功能一旦开着，就等于在您家的后墙上开了两扇不设防的窗户。当小偷进到院子里捡到手机，他根本不需要撬开您家的大门，直接从窗户翻进去就能把东西搬空。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担忧？那么，究竟哪两个功能是我们最需要立刻关闭的隐形窗户呢？它们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就藏在我们的微信里，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支付界面里。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揪出来。首先，第一个功能也是风险最高的一个，就是付款码免密支付。这个功能几乎是默认开启的。您去超市买东西，打开微信收付款，那个大大的条形码和二维码对着扫码枪一照，钱就付出去了，全程不需要密码。这方便到什么程度？方便到如果您的手机被小偷或者某些不法商家盯上，
他们甚至不需要您的手机密码，只需要有一个扫码枪就能刷走您的钱。为什么说它是头号风险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多老朋友不知道的致命陷阱，您知道吗？像我们去菜市场、小卖部买东西，很多商家使用的收款设备其实并不一定是银行的官方机器，而是一些第三方的个人 POS 机，甚至是下载了某个 APP 的手机。这就意味着开通免密支付的付款码本质上就是一张暴露在外的空白支票，只要有人能用设备扫到您的码就能扣款，而且这个扣款在特定额度内通常是1000元以下，是完全不需要您确认的。我给你描述一个真实场景，你就明白多可怕了。一位老大哥在地铁里被偷了手机，他心想没事，有锁屏密码，回家再冻结账号也来得及。结果小偷根本没费力破解密码，直接划开屏幕，很多手机锁屏也能调出付款码。到便利店买了条烟，扫码枪一扫，第一笔800，第二笔800，免密额度刷完为止。等老大哥回到家，钱早就被转走了，前后不到20分钟，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密码。听到这里，您可能会说，我平时都是要打开微信再点开收付款啊，没那么容易被扫吧？您想的太简单了。现在的智能手机为了追求便捷，很多型号都支持快捷支付功能，就是您根本不需要解锁手机，甚至不需要点亮屏幕，在手机黑屏的状态下，双击 Home 键或者某个快捷键，微信或者支付宝的付款码就会直接弹出来。这个功能本身是为了让我们结账时更快，可一旦手机落到坏人手里，这简直就是给他们递上了一个装满钱的提款机。更可怕的是的二类，小额免密支付，也叫签约免密支付。这指的是我们有时候在微信里点进某些小程序，或者在某些 APP 里开通了连续包月，会员自动续费。第一次开通时，可能为了图省事，我们点了同意协议并开通，里面就包含了授权免密支付的条款。当时没在意，想着一个月就10几20块钱，没事。但这些签约就像是一个个定时炸弹，埋在我们的微信深处。这些免密代扣的协议，平时看起来人畜无害，每个月自动扣个视频会员费、网盘会员费。但您想过没有，如果坏人拿到了您的手机，他不需要您的支付密码，能不能利用这些已经签约的免密协议来盗刷呢？答案是能，而且方法简单的令人发指。很多游戏或者娱乐小程序里都有充值或购买的选项。如果这个小程序或者 APP 您之前曾经开通过免密支付协议，那么当坏人在您的手机上打开这个 APP， 点击充值1000元时，钱会直接从您的银行卡或者零钱里划走，不需要输密码，不需要指纹，甚至不需要短信验证码，就这么静悄悄的钱就没了。因为他们利用的正是您当初签署的那份免密授权。这就好比您早些年为了方便给某个经常来的亲戚配了一把家里大门的钥匙，后来您和他不怎么来往了，那把钥匙您也忘了要回来，结果有一天这个小偷拿着从您这儿偷来的手机，正好找到了那个亲戚家，用那把钥匙大摇大摆地进了门。这个亲戚就是那些您早就忘了但还挂在微信里的免密支付签约项目。更糟糕的是，这些签约项目藏得非常深，隐藏在很多层菜单下面。很多长辈可能用了几年的微信，从来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还挂着10几个甚至几十个自动续费的协议。有些是试用期过了忘了关，每个月都在扣钱；有些是几年前为了看一部剧开的会员，剧早看完了，钱还在扣。这不光是浪费钱，更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因为每一个签约项目都相当于在您家的墙上多开了一扇门，门上的钥匙就插在那儿，谁捡到您的手机，谁就能推开这扇门。除了这两个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关联的风险点，就是免密支付的额度。很多人以为免密吗？就是几百块的小钱，就算被盗刷也损失不大。您又错了，这个免密支付，它可不是单笔限额封顶就完了，它通常没有每日总限额的严格保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坏人拿着您的付款码，在一个支持免密支付的商家那里，他可以分多次刷走您的钱。比如一笔限额1000元，他连着刷10笔，就是1万块。等您发现的时候，可能卡里的钱早就被分批转移走了。您看，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手机丢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丢了手机的人。正好可以利用您手机里这些敞开的免密大门，
在您还没来得及挂失银行卡、冻结账号的黄金几十分钟里，把您的钱分批快速地转移干净。到那个时候，您想追都追不回来了。听到这里，您也许会有些担心，原来平时用来图方便的功能，杀伤力这么强，那我们这些用智能手机本来就不是很熟练的人，是不是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了呢？请别担心，好消息是，我们的手机和微信都拥有非常强大的自我防护设置，只要跟着我接下来的步骤，我们完全可以帮助自己把这两扇危险的窗户亲手关上，把家里的后墙重新砌起来。重点在于2个字：关闭，也就是找到这2个功能，把它们的开关给彻底拨掉。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如何通过几个切实可行的步骤，从手机设置到微信内部，全方位地帮我们的钱包建立起一道防火墙。这里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彻底关闭付款码免密支付。具体怎么做呢？很多人以为没得关，其实是可以的。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的我，然后点击服务进入钱包页面，接着点击右上角的3个点，选择支付设置。在这个页面里，您会看到一个选项叫免密支付，点进去之后，第一个就是付款码免密支付，这个开关通常是绿色的，您只需要轻轻一点，把它变成灰色，就彻底关掉了。从此以后，您再去超市买东西，打开付款码让店员扫的时候，手机就会提示您输入密码，或者进行指纹、面容验证。虽然每次付款多了一步，但这多出的一步就是您资金安全最坚固的防线。万一手机丢了，小偷拿着您的手机，因为没有您的密码或指纹，他就绝对无法通过付款码刷走您1分钱。第二，我们要做的就是解约所有不再需要的免密支付，自动扣款签约。这个操作稍微复杂一点，但非常重要，请您一定记下来。同样是在支付设置的页面里，还是在刚才那个免密支付的选项里，点进去之后，下面会有一个列表，叫做更多免密支付，或者以签约项目不同的微信版本叫法略有不同，但意思一样。点进去之后，您会看到长长的一个列表，里面全是您这些年来通过微信开通的各种自动续费、免密支付协议，可能有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可能有各种外卖会员，甚至可能有一些您听都没听过的小游戏、小程序的代扣协议。请您戴上老花镜，一条一条的看。对于任何您觉得已经不需要的，或者根本想不起来是什么的协议，毫不犹豫地点击进去，选择解约或者关闭。这就像给您的房子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把那些您忘了要回来的钥匙全部收回来，把那些不知道通往哪里的门一扇扇的锁死，把那些没用的会员解约掉，不光能堵住安全漏洞，每个月还能省下好几十甚至上百块的冤枉钱，一举两得。第三，我们要做的是关闭锁屏快捷出示付款码的功能。这个功能通常不在微信里，而在您的手机系统设置里。以最常见的华为手机为例，您打开手机的设置，找到安全或者生物识别和密码，里面会有一个锁屏快捷支付或者类似的功能。点进去，您会看到微信或支付宝的开关，请您果断地把它们全部关掉。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检查一下设置里的面容 ID 与密码，或者触控 ID 与密码，找到锁屏时允许访问的选项，把钱包或者相关的快捷支付功能关掉。这样一来，您的手机在黑屏状态下就再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弹出付款码了。别人捡到您的手机，看到的只是一块黑屏，而不是一个钱袋子。除了这些直接的关闭操作，我们还要学会协助身体的排毒系统，在这里就是协助我们的账户安全系统。我们要养成几个好习惯。第一，给手机设置一个足够复杂的锁屏密码，不要用什么1234566，更不要用生日或者连续相同的数字，最好是用字母、数字、符号组合起来的密码，或者干脆就用指纹、人脸识别，因为这些生物特征是目前最难被模仿的。第二，开启微信的安全锁，同样是在支付设置里有一个钱包锁或者安全锁的选项，点进去，您可以设置一个独立的密码，或者开启指纹解锁。这个功能的作用是，任何人想要进入您的微信钱包查看余额或者操作支付，都必须先过这一关。这就等于在您家的大门口又加装了一道防盗门，就算小偷翻窗户进了客厅，打开了付款码，他也进不了您放保险柜的卧室支付安全锁。
说了这么多，您可能发现了一个关键，我们手里的这台小手机，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更是我们现代人的移动钱包、生活管家。它连接着我们的银行卡，存储着我们的血汗钱。那些看似方便的免密功能，就像潜伏在我们手机里的隐形内应，它们平时勤勤恳恳为我们服务，可一旦手机落入坏人之手，它们就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帮助坏人搬运我们钱财的帮凶。而今天教的这些关闭和设置的方法，则提供了一条简单却有效的防御之路。好，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核心。我们手机里的付款码、免密支付和签约免密代扣这两个功能，是手机丢失后资金被盗刷的最大隐患。我们可以通过关闭免密支付、解约无用签约、设置安全锁这3步，给我们的手机钱包穿上厚厚的铠甲。最后，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您的每一次点击和设置，都是在为自己的财产安全增添一份保障。当您下一次拿起手机时，或许可以多想一想，今天教的这几个开关都关好了吗？别小看这几分钟的检查和设置，长久坚持下来，原本敞开的资金大门必将牢牢紧闭，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既安全又便捷的支付环境。到那时，您不仅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更能收获一份踏踏实实的安心，远离钱财损失的阴影，拥有一个更安稳、更有底气的银发生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切实的帮助，请不要吝惜您的点赞支持，并请一定将它分享给您关心和爱护的朋友们、老伙伴们。也许您的一个转发，就能避免身边的老朋友将来某一天遭受巨大的损失。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像这样经过验证的、实用的、能真正改变生活的安全建议，请您一定订阅岁月安心站。我是李进，我们下个视频见。